2020年的3月18号，北京的清华大学搞了个第8届国际战略与安全论坛。这种论坛嘛，大伙儿都懂啊，就是搭个台子，请全世界那些退了休的老外交、名牌大学的教授凑到一块儿喝喝茶，聊这个地球村到底怎么了。林林总总60多号洋面孔里面站出来一位新加坡的重量级嘉宾，巡回大使陈庆珠老太太。这个老太太一上台好家伙，语出惊人，直接把炮口对准了全球权力的天花板——联合国安理会。这老太太在会上那是义愤填膺核心意思就俩：第一，安理会得改革，最该开刀的就是无偿的一票否决权。他说这个规矩对中小国家不公平。还是第二，他死活不承认美国是单极霸权。他说美国又没有退出联合国，还交会费，怎么能算霸权呢？哎呦喂，陈大使，你这哪是来探讨战略的呀？你这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跑来北京来演傻白甜的呀。咱们先说他那个最滑稽的观点，废除一票否决权。那很多像陈老太这样的小国政客总有一种幻想，就是觉得联合国是个国际道德法庭，只要大家拍拍坐，举举手，那些手里面拿着核弹的大佬们就会立地成佛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咱们翻开历史，联合国之前的国际联盟就是搞绝对民主，一人一票。结果呢，当法西斯磨到货的时候，国际联盟连个屁都没放出来，直接导致了二战。那二战是怎么赢的？是投票投赢的吗？那是中美苏英法这5个大国硬生生从疯子手里把世界给抢回来的。所以二战打完之后，这5个打赢的大哥坐在一块一合计，不行，咱不能让这个地球再这么乱下去了。再打一次核战争全人类都得玩完，咱们得定个规矩。于是呢，联合国成立了，而安理会的无偿和他们手里的一票否决权，就是这个地球村的终极保险丝。这安理会的一票否决权其实呢就是合法性入的权利。那为什么只给他们5个呀？因为在这个地球上只有这5个国家具备在物理层面上把世界抹平的实力。你们听懂了吗？这5个大国坐在安理会的圆桌上，不是来给你们讲礼貌的，是为了防止他们5个互相直接丢核弹的。陈老太居然天真的以为废除了一票否决权，这个世界就岁月静好了。来，今天呢，我给你们讲一个丛林法则的童话故事在一个大森林里，有狮子，有老虎，有大黑熊，还有100只像新加坡这样的鸡、鸭、鹅。有一天，狮子饿了，想吃鸡。陈老太这只戴着金丝眼镜的鸡就跳出来了，大喊一声：“停！根据我们动物联合会的民主规则，我们要搞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不同意狮子吃鸡的请举手。”结果呢，100只鸡鸭鹅齐刷刷的举起了手，全票否决了狮子吃鸡的提案。台下的鸡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陈老太太感动的是热泪盈眶觉得自己拯救了世界请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接下来呢，狮子会冷笑一声，擦擦口水，一口把陈老太连同他手里的那张选票一起吞进肚子里，顺便剔了剔牙。你跟一头饿肚子的狮子讲民主投票，在残酷的丛林法则之下100只鸡投出的票，它就仅仅是一张擦屁股的纸。哪只鸡能活命，根本就不取决于你今天投什么票而是取决于这头狮子的胃口有多大，以及你的运气有多好。在这个丛林里唯一能阻止狮子吃鸡的是谁呢？是另外一头同样长着獠牙的老虎，或者呢是那只体型庞大的黑熊。只有当这个老虎和黑熊站出来吼一嗓子，老子一票否决，你今天敢动这只鸡，老子跟你玩命。这个时候狮子呢才会权衡利弊，悻悻的收回爪子。所以陈庆柱，你们搞清楚，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票否决权从来不是用来束缚5大国的，
那玩意儿恰恰呢是用来保护你们这些弱小无助的鸡鸭鹅的。对于中美俄这些真正的狮子老虎来说，有没有那一只否决权真的无所谓，大不了了不陪你玩了，老子直接用航母和导弹进行武力否决。你新加坡能行吗？你拿什么去武力否决啊？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扒一扒老太太最让人恶心的一点，她居然否认美国是单极霸权。哎呦我的老天爷啊！听到这话我真想拿个大喇叭跑到新加坡的驻华大使馆门口去喊麦。陈大使，你是不是平时只看美国 CNN 和 BBC 的新闻啊？从来不上网看看真实的世界啊？你口口声的说安理会最大的弊端是机制问题，说有人仗着否决权当侵略方，你在说谁？大伙心都门清。你不就想暗示俄罗斯吗？她是老太太，你怎么对美国视而不见呢？咱们就拿事实来说话看看美国是怎么滥用他们手里那个一票否决权，把安理会给搞得乌烟瘴气的。2024年的4月，接纳巴勒斯坦成为正式的会员国，12票赞成，结果老美冷着脸举起了1票反对，巴勒斯坦几代人的梦想瞬间粉碎那接着10月份解除对古巴封锁，187国赞成，老美和以色列2票反对，硬生生掐死古巴老百姓的活路这不叫霸权，这叫国际慈善家吗？2003年打伊拉克，美国呢拿着管洗衣粉在联合国晃了晃，绕过安理会直接灭了人家一个主权国家。陈老太，你贵人多忘事呀！老美在加沙、在黎巴嫩毫无底线的包庇，这不叫霸权？安理会最大的毒瘤根本不是机制，而是老美仗着美元和军事霸权，要把文明秩序拉回到弱肉强食的坑里去。老太太不敢去批评那个正在拆房子的美国，反而跑来指责这个房子的大梁长得不好看，想要把承重墙给砸了。这老太绕了这么一大圈她到底想干啥呢？在会上，她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国际大事应该共商共议，新加坡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我的权利在哪里？我的发言权在哪里？安理会是不是可以进行改革，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兄弟们呀，我真是没憋住笑出声来合着弄了半天，这老太是跑来要官要权来了。是觉得你们新加坡的腕太大了，现在联合国的池子太小，装不下你们这顿大福了。去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时候，北欧那个卖桑拿浴的芬兰总统斯图布也喝多了，跑去联大喊着要取消五常的1票否决权。今年呢，新加坡又跳出来了。你们这些小国是不是平时被这个五常保护的太好了？真以为这个世界是讲童话的，觉得自己那点可怜的 GDP 和小心机能跟五大善人平起平坐了？我今天就好好聊聊新加坡是怎么发家致富的。新加坡呢，就是一个卡在马六甲海峡的收费站，能有今天的繁荣安定，能在这大楼里喝着咖啡，并不是因为你们的军队有多能打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联合国安理会这5大国用恐怖的核平衡死死压住了第3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维持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才有了全球化的海洋贸易，才有了无数的货轮从你们马六甲海峡通过，才让你们能够安心的收过路费，搞金融发大财。你们不仅不感激这个赐予你们和平环境的基石，现在居然想反过头来颠覆联合国的权力结构，甚至为了迎合美国，不惜为霸权主义洗地。你说是不是活腻了呀？如果哪天美国真的彻底撕毁了联合国宪章，人类真的退回到了全凭拳头说话的丛林法则，当某个大国想要强行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时候，新加坡能干什么？是能派航母去拦截，还是能在网上发起个民主投票？真到了大国博弈掀珠子的那天战争一旦爆发，你们那点可怜的战略纵深几发导弹过去，填海造陆的工程都得给你们炸成天然渔场。等这个战争打完，大国重新洗牌分蛋糕的时候，就算新加坡运气好没被从地图上抹掉，依然只能乖乖的拿着破碗去墙角蹲着做小孩桌。所以我奉劝陈老太太还有新加坡那帮精明过头的政客们一句中国老话：做小孩桌就别喝那么多酒，
看看都醉成什么德行了。别以为你们在美日之间玩点两头下注的把戏，就觉得自己是下棋的棋手了。在大国眼里，你们永远只是棋盘上一颗随时可以被吃掉的棋子。至于你说的什么发言权，什么想要参与决策，这个地球的规矩就是这么硬核，谁的拳头大，谁能保护人类免于毁灭，谁就有否决权。你陈清珠要是真不服气真想要这个一票否决权，那太简单了。中美苏英法这5大善人呢，就在那儿坐着呢。你们新加坡随便挑一个，挑最弱的也行，你们去单挑。只要你们在战场上干赢了其中任何一个，把他们从常任理事国的椅子上踹下来，明天这个一票否决权就是你们新加坡的。